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想和你一起分享的书是垒秋·乔伊斯的《一个人的朝圣》。在每一个平凡的、近乎透明的日子里，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瞬间，想要抛下手中所有的琐碎，推开那扇总是关着的门，一直走下去，不为了去往哪里，只是为了寻找某种被弄丢了很久的东西。这本书的故事就从一封意外的来信开始。故事的主人公哈罗德·弗莱是一个刚刚退休不久的普通男人，他在同一家啤酒厂做了大半辈子的销售代表，40多年如一日，最终默默地离开，连一个像样的欢送会也没有。他60多岁了，生活在英国德文郡的一个小镇上，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张旧了的唱片，跳针、干瘪，毫无波澜。他和妻子莫林住在一栋干净的有些冷清的房子里，他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，像是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，只有吸尘器的嗡嗡声和碗筷的碰撞声在填补空气中的空白。直到那个星期二的早晨，一封信划过门缝，落在了哈罗德的地毯上。信是奎妮·轩尼诗寄来的，那是他20年前的一个老同事。信里说，他患了癌症，已经在贝里克的疗养院里进入了临终关怀。他只是想写封信和哈罗德道个别。哈罗德拿着信，心里泛起了一阵细微的涟漪。他想回信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自己连一句得体的安慰都写不出来。他穿上帆船鞋，披上轻便的外套，告诉莫林他要去邮信。可是当他站在第一个邮筒前时，他停住了。他觉得这封信太轻了，轻到无法承载奎妮当年的恩情，也无法弥补这20年的沉默。于是他走向第2个邮筒，第3个邮筒。在路上，他在加油站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女孩。他有些笨拙地告诉她，自己正在去看一个患了癌症的朋友。女孩只是随口说了句什么，像安慰他，也像是在安慰自己。那句话并不深刻，甚至有点轻飘，但偏偏就是这样一句轻飘的话，落进了哈罗德心里。他站在公用电话亭里，给贝里克的疗养院打了一个电话。他告诉那里的修女，请转告奎妮，哈罗德·弗莱正在路上，只要我还在走，他就必须活下去，这次我不会让他失望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逻辑依据的承诺，一个老人的步伐怎么可能左右一个垂死之人的心跳？但哈罗德就是相信了。乔伊斯在这里写的，其实是人类面对无力感时最原始的应对方式，用一个仪式去对抗一种我们无法承受的失控。哈罗德的行走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奎妮能否得救，而是关于他自己能否得救。就这样，哈罗德没有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甚至没有换洗的衣服和一双合适的徒步鞋。他就这样凭着一个近乎荒诞的念头，开始了一场跨越英格兰的朝圣，从德温郡南部的小镇一路向北，走到苏格兰边境旁的贝里克，全程600多英里。起初，这种行走是痛苦的，帆船鞋并不适合长途跋涉，他的脚后跟磨出了血泡，小腿肌肉酸痛得像是要炸开。他不得不停下来，在路边买昂贵的药膏，或者在草地上短暂的打盹。莫林在电话那头愤怒、困惑，甚至觉得他疯了。但哈罗德发现，当他把身体交给了大地，当他除了走路再无他事可做的时候，那些尘封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开始像潮水一样涌现。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步行故事，哈罗德走的每一步都在剥开他这一生的遗憾。哈罗德走着走着，那些他以为已经忘掉的事情开始一件件浮出水面。他想起了奎妮，不只是那封信，而是更久以前的一件事。那是一次公司的聚会，他喝多了，失手酿成了一场不小的过失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是奎妮站出来，平静地说，是我的错。他就这样替他揽下了所有，随后被公司解雇，从他的生命里消失了。
哈罗德从未当面道过谢，从未解释过真相，甚至连一封信也没寄过。20年了，他一直没有正视过这件事，直到现在，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，他突然变得那么清晰，清晰得让他无处可逃。他想起了他的父亲，那个酗酒、暴躁，从未给过他一丝温情的男人。他在缺乏爱的环境下长大，所以当他长大成人，他也变得内敛笨拙，不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。他想起了他的妻子莫林，他们曾经也拥有过甜蜜的时光，在舞会上旋转，在海滩上奔跑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之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墙。这道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流逝，更是因为他们共同经历的一场悲剧。那是关于他们的儿子戴维。戴维是哈罗德心里最深的一根刺。哈罗德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，他看着戴维在学校里受苦，看着戴维陷入忧郁，看着戴维渐渐疏远他，他却不知道该如何伸出手去拉儿子一把。他害怕自己的笨拙会弄疼孩子，于是他选择了退缩，选择了沉默。这种沉默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戴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儿子的死彻底震碎了这个家庭。莫林无法原谅哈罗德的冷漠，而哈罗德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无能。他们虽然还生活在一起，却像是两个被困在孤岛上的人，隔着悲伤的海峡互相对望，却永远无法触碰到彼此。现在哈罗德在走，他每走1英里似乎都在替当年的那个父亲向儿子道歉，都在替当年的那个丈夫向妻子告解。书里有一段描写非常动人。哈罗德走在英格兰的乡野间，他开始观察那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细节，那些颜色各异的野花，那些在枝头跳跃的鸟儿，那些路人脸上细微的神情。哈罗德感慨道，这就是世界的一点奇妙之处，它就在那儿。我们大部分时间都闭着眼睛，要么就在想别的事情。他在旅途中遇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遇见的那些人让哈罗德慢慢意识到一件事：每一个走过你身边的陌生人，都带着一段你永远不会完全知晓的人生。那个孤独的医生，那个失意的酒保，那个满腹心事的过客，他们和哈罗德素不相识，却以各自破碎的方式印证着同一件事：人与人之间，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同，内心深处都藏着相似的恐惧与渴望。这种共同点就是对他人的悲悯，以及对自己局限性的接纳。随着旅程的继续，哈罗德的行为被媒体曝光了，他成了一个名人，一群所谓的追随者加入了他的队伍。他们带着各种功利的目的，想要在这场朝圣中寻找某种精神的刺激。但这些嘈杂的干扰并没有让哈罗德停下脚步。他经历过追随者的背叛，经历过身体的极限崩溃，甚至在快到终点的时候，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。奎妮真的会因为他的行走而康复吗？还是这只是他自欺欺人的幻觉？理智告诉他，不会的，从来都不会。但他也慢慢明白，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因为他走的每一步，早已不只是为了奎妮。这时候，原本一直冷漠的莫林态度发生了转变。莫林在哈罗德离开的这些日子里，也开始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内心朝圣。屋子里少了一个人，却并没有变得更轻松，那种空旷反而让他感到陌生。他第一次有机会在没有争吵、没有沉默对峙的状态下，重新想起这个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男人。他慢慢地发现，这个他以为不在乎的人，其实从未真正缺席，只是他表达关心的方式太过笨拙，笨拙到他花了几十年才看见。他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想起了哈罗德跳舞时那滑稽又可爱的样子。他意识到，他们之间的隔阂并不是因为哈罗德不爱戴维，而是因为他太爱了，爱到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份巨大的悲痛。莫林在电话里
语气里第一次没有了愤怒与埋怨。他没有说什么了不起的话，但那份沉默里的接纳已经胜过千言万语。这种支持给了哈罗德最后的力量。他终于走到了贝里克，见到了垂死的奎妮。那一刻，哈罗德几乎认不出眼前的人了。肿瘤已经侵蚀了他的面容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意识模糊，无法言语，也无法确认是否能感知到他的到来。这不是电影里的相逢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对视，没有一句“你终于来了”。哈罗德只是坐下来，握住他的手。他不知道他听不听得见，但他还是轻轻说出了那些话，那些在心里装了20年，走了600英里才终于说出口的话。那一刻，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奇迹发生，奎妮没有突然康复，但哈罗德明白，奇迹已经发生了。他发现，他生平第一次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东西来定义自己。他不再是那个失败的退休职员，不再是那个不称职的父亲，不再是那个冷漠的丈夫。他只是哈罗德，一个走了600英里，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20年的谢谢你，学会了如何去面对痛苦，如何去拥抱缺憾的人。故事的结尾，莫林来到了贝里克，与哈罗德重逢。贝里克是英格兰最北端，临着北海。他们站在一起，不再有抱怨，不再有逃避。戴维这个名字终于可以被他们轻声说出口，不再是一道封死的伤口，而是一段可以被共同承载的悲伤。莫林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两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在那一刻重新找回了20年前弄丢的爱情。这场旅程，哈罗德从未想过要创造奇迹，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什么英雄。他只是觉得有些事是该做的，所以他去做了。这种朴素恰恰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底色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什么是朝圣？也许朝圣并不一定是抵达某个地方，它只是你终于愿意朝着那个一直回避的自己走过去。有时候真正改变我们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迈出的那一步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路上的哈罗德，我们都曾错过某些重要的时刻，都曾对亲近的人说过狠话，都曾把心房紧紧锁死。如果不去尝试，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一双多么专业的登山鞋，不需要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，我们需要的只是推开门，走出去，去面对那些让我们害怕的回忆，去修补那些破碎的关系，去和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。即使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，即使你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搞砸了，只要你愿意迈出那一步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我们总是急着要结果，我们要最快的物流，要最高的效率，要一劳永逸的成功。但灵魂的生长是慢的，痛苦的消解是慢的，爱的回归也是慢的。你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去走那段长长的路。你会发现，也许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，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甩在了身后。那些你以为已经干涸的泪水，会在某个清晨化作滋润心田的露珠。愿你在哈罗德的故事里也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信念。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，做一个安静而勇敢的朝圣者。当你走累了，请记得，这里有一个声音，会一直陪伴着你。今天就是这样，感谢你的陪伴，也感谢你的订阅与支持。这里是轻声慢读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